大家好，我是多毛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22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在新修建的英雄协会大楼里，除了有各种英雄活动必要的设施之外，这里也是有钱人的消费圣地。一对情侣正在协会下属的咖啡厅里面有说有笑，虽然他们嘴上说着最近的怪人袭击越来越多了，但是表情上却丝毫感觉不到担忧。毕竟这种英雄协会搞出来服务有钱人的社区，不仅提供了安全保障，还同时满足了他们奢侈的物质欲望。这对小情侣，男方是个官二代，女方呢多半也是想要钓金龟婿，他们对彼此的条件都十分的满意，聊天的气氛也非常的愉快。不过这个美女才刚喝了一口咖啡，就发现，这桌子怎么在晃啊？男方可是对协会的设施非常有自信，狂吹这里的建筑用的可是抗震结构，6级以上的地震来了都没什么感觉啊。他顺便还挖苦了一下女朋友，我估计你是没有来过这么高档的酒店，才会激动的手抖了吧？这个美女多半也是为了附和一下有钱男友，只能装作一笑了之。不过就在下一秒，咖啡厅里突然就地动山摇起来，美女当场就绷不住了，我操你吹你妈！这他妈房子都快被摇垮了吧！有钱男友也被这突发情况吓得是目瞪口呆啊！众人都以为是遇到了什么史无前例的大灾害了吧？与此同时，协会内部的工作人员检测到，之所以会有如此剧烈的摇晃，原因竟是协会大楼的正下方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那里正是关押着大量怪人的研究所。不明情况的管理人员命令马上派英雄过去，把发生暴动的怪人都给收拾掉啊！那么看过上集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了吧？这楼下根本就不是什么怪人暴动，而是龙卷跑过来干仗了啊！来自阅读组织的神秘人把摄像头都给破坏了，所以楼上协会的人也不清楚地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此时吹雪正和神秘人展开正面碰撞，但是这个刚出场的神秘人感觉实力属实有点拉胯啊，只是单纯的比拼艳丽而已，他就被龙卷压制的十分的吃力。而龙卷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老样子表示我还没出力呢，你怎么就萎了？你们这群劣质的人造能力者也太孬了吧！不过这个神秘人好像早有对策他突然话锋一转，打了个响指，一边的吹雪就吹雪你在干什么呀？虽然我知道你是想救光头出来了，但是你这个动作未免也太不淑女了吧！突然间，吹雪感到了一阵眩晕，整个人失去意识，当场栽倒在地。神秘人表示，我刚才用念力打开了他胃中的胶囊，这只是昏睡胶囊而已不会有危险的。但是龙卷，你如果再敢轻易妄动的话，我可就要打开你妹妹体内的剧毒胶囊了哟！龙卷一听到自己最喜欢的妹妹被胁迫为了人质，那气的画风都变了。神秘人还提到胶囊是他提前混入了吹雪平时吃的保健品中。龙卷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发动念力把冲上来想要查看春雪的部下通通都弹开了。然后龙卷表示，想要投毒的话无非3种办法，在制造和运输这2道工序时下手实在太过麻烦了，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安排内鬼打入吹雪组的内部神秘人一听呢也是不装了，嘿嘿，你看你都猜到了，那不如就干脆点直接投降了吧。一看龙卷也没有要进攻的意思，神秘人就准备要全身而退了。他轻轻的挥动手指，龙卷的身体突然就不自然的开始扭曲了起来。随后神秘人表示，你们这种天生的超能力者在平衡性上一直是有缺陷的，你才是那个应该被淘汰掉的劣质品龙卷。不妙龙卷表情痛苦的被拧成了一个麻花，难道说他真的束手无策了吗？搞定龙卷之后神秘人用手指一挥，打开了关押鬼级怪人的牢房。他准备伪造一起意外事故，让大量的怪人冲上来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这样他便可以毫无顾虑的把龙卷他们几个超能力者都带走，伪造他们战死的假象。说罢，吹雪组的人群中飞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睫毛怪大惊失色道：我切嘞，你这小子不是不久前才加入的新人吗？原来你就是那个内鬼
神秘人一行摆出了一副经典的反派俯视表情，准备要开溜了。眼看牢房里的一大群面目狰狞的怪人马上就要冲出来了，吹雪族的众人急得都快哭出来了。门禁系统被神秘人破坏了，根本就打不开出口啊！摄像头坏了，也一直没有支援赶到。完了完了！我甚至听到楼下传来了怪人们的咆哮声啊，那是他们被关押已久的怨念呐！这什么情况啊？从地下室里喷涌而出的是一大堆下水，什么猪大肠、牛百叶、眼珠子之类的，其中还混杂了一个表情相当不爽的光头啊！神秘人都看傻了，哟，这怎么还有高手啊？虽然光头暴杀怪人的样子很帅呀，但是他落地的姿势却是那么的狼狈。与此同时，龙卷也是终于不装了。他一提气，轻松的就挣脱了神秘人的麻花锁。原来他刚才一直在专心展开神识搜索，神秘人想再度拿吹雪做威胁，但他却发现后者体内的胶囊没有任何反应。原来龙卷通过逆向追踪找到了胶囊的所在，然后他用念力把有毒的物质拧成了一根比头发还细的毒针。龙卷嘲讽神秘人道：多谢你刚才自己解说了如何操纵胶囊的过程啊，这才让我方便模仿你的念力，实现了逆向追踪。然后嘛就是吹雪，你这个臭丫头不听我的劝告啊，整天净吃些那没用的美容保健品，接下来啊让你吃点苦头也是你应得的。随后就只听到嗖的一声，一根细到看不见的毒针啊从吹雪的体内穿出，可怜的吹雪啊是被疼得怪叫啊哈哈，好痛啊，戳到我的腰子啦！神秘人这边大惊失色，我靠，这毒针是朝着我飞过来的。他刚想伸手去挡，高速飞行的毒针直接就连破2道防御，扎在了神秘人的脸上。神秘人当场就被戳瞎了一只眼，剧毒的发作还导致他全身皮肤变色，七窍流血。看神秘人还吊着一口气啊，龙卷像个魔鬼一样靠到了他背后，用圣人的眼光盯着神秘人说道：老子等会儿再慢慢拷打你，在把阅读的情报交代清楚之前，你可不准给我死哦！说完啊，龙卷就驱动起念力，将四周围建筑中的碎石一并吸引过来。神秘人当场就被封印在了引力挤压的石球中。内鬼小弟一看上司都大势已去了，转身想要开溜啊，结果被龙卷一个瞪眼就焊死在了墙上。龙卷轻松的将吹雪和赛克斯接住，安稳落地之后啊，以一个极为优雅的 pose结束了这场超能力者之间的斗法。看到这里啊，你是不是想说，我操，龙卷你还会地爆天星啊？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海王的必修课打岩吗？通过长年累月锻炼的拳脚，将岩石打磨至光滑无瑕的圆形。再看龙卷的作品，上面好粗糙啊，全是毛刺，那根本就和烈海王的黑曜石比不了啊！所以我大胆的断定，烈海王必秒龙卷啊！大家没意见吧？虽然呢战斗是胜利了，但是现场的气氛却没有缓和的迹象。吹雪组的人缓过劲来就全部冲了过来，向吹雪抛出了茫茫多的问题。毕竟吹雪来之前并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计划，几个小弟刚才也被发生的危机吓得是半死啊！可是龙卷的一声怒吼却让整个事件完全反转了。他严厉地指责了吹雪才是这次事件的薄弱环节，因为他老是带着这群战五渣小弟一起混，才会被敌人抓住机会偷袭啊！龙卷直接命令吹雪必须要和手下们划清界限，以绝后患啊！虽然龙卷是个傲娇妹控，嘴上不说，其实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担心吹雪的。龙卷明显感觉到最近各种反派组织层出不穷，自己要在对抗敌人的同时保护吹雪，实在是有些分身乏术啊！这回要不是敌人自爆啊，胜负可能还未曾知晓呢。几个小弟一听要散伙了，也是慌了神啊，疯狂的向龙卷各种求情，但是龙卷的耐心早就已经耗尽了。他无法容忍这种弱者拖累强者的行为，既然你们死赖着不走，那么就只能强行把你们分开了。龙卷吹动起念力，
表示要在不致死的情况下对小弟们使用暴力。我靠，果然有力量的人就是屌啊！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么的硬气。崔雪的药劲儿还没过啊，他此时连说话都费劲，根本就无力阻止姐姐对小弟们施暴。就在崔雪族的小兄弟们命悬一线的时候，龙卷，你不要忘了，这部漫画里做事硬气的人可不是只有你一个哟。一只强而有力的手啊，打断了龙卷的念力。龙卷看着这个突然乱入的光头，瞬间就气到青筋暴起，全身的能量啊都倾泻而出。你鸡巴谁呀？敢来插手老娘的家务事？但是人家光头的座右铭那可是兴趣使然啊，他想管谁家的闲事，那可由不得你龙卷来决定啊。光头用非常欠扁的表情和龙卷说道：“我看你啊，完全是不懂怎么教育妹妹哦，我才是真正的妹控高手啊！接下来就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吧。”光头你可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是想找个借口，实则是想要向龙卷讨要上次拆家的补偿款吧。本话结束。